春节假期正式结束，大多数公司都已经复工。新的一年，你以怎样的姿态投入工作，就会拥有什么样的职场运势。趁着开工之际呢，我特意整理了以下10条职场铁律，每一条都切实有益。大家照着做，相信丙午年定会成为你的翻身之年、顺遂之年、收获之年。一是少抱怨，戒掉负面情绪，别让抱怨赶走好运。职场中抱怨声并不少见，任务太重，同事不配合，领导不理解，工资不涨而活越来越多。抱怨如一剂隐形毒药，悄然地消耗精力，消磨志气，也赶走了好运与机遇。把时间花在抱怨上，便无暇提升自己；把精力耗在怨怼里，便无力奔赴远方。那些看似顺遂的人，并非位于困境，而是懂得戒掉抱怨。遇到难题，沉下心找方法；遭遇委屈，静下心修心性。薪资不及预期，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。戒掉抱怨，不是忍气吞声，而是一种成熟的工作观。节后上班，少一点戾气，多一点从容，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每一天，好运自会不请自来。二是不内耗，戒掉胡思乱想，是职场最高效的自律。我特别赞成一个观点，职场中最隐蔽的消耗，往往不是繁重的任务，而是无休止的内耗。领导一句随口的批评，你便辗转难眠，无心工作；同事一个不经意的眼神，你在心里反复咀嚼。内耗如同自己与自己打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，只会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。职场最好的状态是心无杂念，全力以赴。新的一年，不必过度纠结他人的眼光，不必反复揣测他人的心思，更不必为未发生的事情焦虑。把纠结的时间用来做事，把内耗的精力用来成长，你会发现很多烦恼不过是庸人自扰。三是能转念，换个角度看问题，坏事变好事。刚参加工作时，我曾经遇到过一位非常严厉的领导，一篇文章改5、6遍是常事，他对细节要求极高，哪怕一个错别字都会引来批评。我曾经动过离职的念头，但是转念一想，他并非针对谁，而是对事不对人。最重要的是他阅历很深，跟着他确实能学到真东西，于是我坚持了下来。如今回首，正是那段严苛的经历，让我养成了受用至今的工作习惯。职场从来没有真正的绝境，只有不肯转弯的心态。方案被驳回，是提醒我们考虑更周全；任务棘手，是突破自我的机会；暂时不被认可，是默默沉淀、厚积薄发的契机。学会转念，换个角度看待困境，那些看似坏事，往往会成为成长的伏笔。四是守时间，提前5分钟是职场最靠谱的名片。职场中总有人习惯性迟到拖延，开会迟到让所有人等候，提交工作延迟，耽误团队进度。真正靠谱的职场人一定是守时的，甚至会习惯性提前5分钟。提前5分钟，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。提前5分钟到岗，可以整理办公桌，梳理当天计划，更快进入工作状态。提前5分钟入会，能梳理流程，打好副稿，让发言更从容。提前5分钟完成工作，做好复盘与检查，避免出错，给人留下靠谱的印象。守时不是刻板，而是尊重；提前不是多余，而是态度。无论在哪儿上班，守住时间就是守住自己的口碑。5是常读书，每天10页，悄悄拉开同事间的认知差距。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表面上是能力的差距，本质上是认知的差距。读书正是提升认知、拓宽眼界最简单有效的方式。很多人工作后便放弃读书，总以太忙为借口，闲暇时又忙于聚会、刷手机和追剧。
其实读书无需大块的时间，每天翻10页书，日积月累也会有质的飞跃。读职场干货，提升专业能力，少走弯路；读人文社科，拓宽格局，思维更通透；读洞见文章，治愈身心，保持从容清醒。新的一年，别再找借口，每天抽出10分钟，让读书成为习惯。那些读过的书，学过的知识，终将化为你骨子里的底气，悄悄拉开你与同事的认知差距，让你在职场中越走越顺。6是少熬夜，好状态是职场拼杀的硬资本。如今很多人早已习惯了熬夜成瘾，刷不完的手机，停不下的游戏，追不完的剧，常常熬到凌晨才肯勉强睡去。熬夜后第二天精神萎靡，注意力涣散，工作效率大打折扣，甚至频频出错。年后上班若想拥有更好的工作状态，首先得戒掉熬夜。按时睡觉，规律作息，养足精神，才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工作，高效完成任务，从容应对挑战。记住，好状态才是职场拼杀的硬资本。7是嘴巴甜，会夸人是职场最高级的情商。作家冯唐说，读书时大家拼的是智商，工作后大家拼的是情商。很多人觉得嘴巴甜就是圆滑世故、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，但其实真正的会夸人不是虚伪的讨好，而是真诚的欣赏，是恰到好处的肯定。尤其在职场中，嘴甜是一种情绪价值，也是最低成本的人脉投资方式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有嘴甜羞耻症，大大方方地表达对他人的赞赏。看到同事的进步，及时的给予肯定，感受到领导的照顾，真诚地表达感谢，发现别人的优点，大胆说出来。真正的赞美就像一束光，能够温暖别人，也能照亮自己。无论在哪儿上班，会夸人都能让你更受欢迎，走得更顺。8是重形象，精致得体是职场的第一张名片。主持人杨澜分享说，1995年的冬天，穿着朴素、打扮随意的她前去参加一场面试。面试官看了她一眼的衣着，随即以形象与简历不符为由，将她拒之门外。那一刻，杨澜感到深深的挫败。从小到大，母亲一直告诉她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，可现实却截然不同。正所谓先敬罗衣后敬人，先敬皮囊再敬魂。形象呢，一定要走在能力的前面。女生不必浓妆艳抹，但一定要有简单的妆容，得体的穿搭。男生不必西装革履，但是一定要干净整洁，精神干练。重形象不是虚荣，而是对自己的尊重，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9是多微笑，职场的颜值天花板是松弛的笑容。东京大学做过一个实验，同一批应聘者，简历上照片是笑脸的， HR 回电率暴涨 47%。 这也印证了一点，笑容不是快乐的结果，而是好运的开端。工作中不少人眉头紧锁，面无表情，不仅自己压抑，也影响同事的情绪。职场的颜值从来不是精致的五官或完美的身材，而是松弛的笑容。新的一年，多给自己一点微笑，也多给别人一点微笑。遇到同事，微笑打招呼；遇到难题，微笑面对，调整心态，重新出发。松弛的笑容能够治愈焦虑与疲惫，也能够感染他人，让你在忙碌中保持从容与热爱，收获更多的温暖与善意。10是敬高人，远离负能量的人，靠近比你优秀的人。你会发现身边总有2种人，一种积极向上，努力进取，总是在困境中寻找希望，传递正能量。与什么样的人同行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靠近积极的人，你也会充满斗志，不断突破。陷入负能量的圈子，你只会被消耗，被拖累，逐渐消沉。年后上班，请学会筛选圈子，远离负能量的人，多靠近比你优秀、比你努力的高人，多向他们学习思维方式、工作方法与处事态度，多与他们交流，拓宽格局，提升能力。
在我看来，年后上班从来不是简单的重返工位，而是一次重新出发、重新成长的机会。无论你在哪儿上班，无论处于职场的哪个阶段，从今天起慢慢践行上面这10点，假以时日，工作自会渐入佳境，好运也会如约而至。坚持下去，1年后你会感激此刻坚持的自己。